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这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很关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议进度，以及财政收支划分法和反年金改革的修法。因此，今天上午，我特别邀请行政、立法、考试3院院长来总统府查叙。我深切期盼能够透过会面交流，各院共同找出一个符合宪法权力分立、合乎财政纪律、维护世代正义，并确保国家永续发展的最佳方案。比较可惜的是，立法院韩国瑜院长今天并未出席。身为总统，我的职责不仅是推动国政，更是依据宪法守护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保护每一位国民现在与未来的生存发展。面对当前的宪政情势，我必须清楚地向国人说明，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我将如何带领政府守护民主，守护全体国人的权益不受伤害。第一，财政失衡，重大国政停摆的危机，让地方政府有更多资源推动建设、照顾人民，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但是，根据在野党强行通过的财划法版本，一旦开始实施，中央政府明年将被迫举债高达5638亿元，未来也势必年年如此。这不仅直接违反公共债务法的上限规定，更将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濒临崩溃。这不是单纯的数字游戏，这意味着过去几年我们在长照、幼托、青年教育、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重大国政项目，都将面临难以推动甚至停摆。而每年被掏空的数千亿国家资源，则沦为胡乱分配下缺乏监督、没有施政项目的空白支票。第二，年金改革不能走回头路。过去我们推动年金改革，目标只有一个，确保年金永续，让世世代代都领得到。但是上周五反年改的法案也在立法院被强行通过。大家应该都记得，马前总统在2013年示警，年金制度再不改革，就像一定会坠崖的火车。后来在蔡前总统的领导下，我们集众人之力，在2018年成功的让这列火车步上正轨。然而，现在这列火车又被转向，冲向悬崖。各位国人同胞，这个反年改的法案实施后，我们的年金将提早破产，全体国人必须额外付出将近7000亿元来填补年金基金缺口，平均每位国人要付出3万元。但劳保、农保和国民年金以及许多重大的福利施政将因此成为牺牲品。第三，滥权立法正为国家和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不仅是财划法与反年改的修法，更令人担心的是，现在国会正强行推动的，还有一系列对国家国人带来重大威胁的滥权立法。这一连串的修法行动缺乏朝野充分讨论，甚至违背宪政原则。我们看到，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2026年，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审议。最近印太周边的情势因为中国的各种单边威胁而进一步升高，攸关我国提升战力的国防特别预算却被刻意搁置，政府的重大施政、国家安全的强化面临停摆。在全球供应链重整、排除红色风险的当下，在野党强行推动了离岛建设条例的修法，要让中国的资金、产品在我们的离岛洗产地。他们也提出了国基法的修法，让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在担任公职时可以免除必须单一效忠我国的义务。在全民厌恶贪污、期待廉政的同时，在野党正推动修法，除了让5万元以下的贪污免除刑责，也将贪污助理费的犯罪行为除罪化，甚至更立法要把公费助理的经费直接纳入立委的私囊，助理的权益将无从保障。另外，选举的公正攸关民主运作，但在野党正在强行推动的法案，还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企图将初选的贿选行为合法化，
同时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让受到缓刑的罪犯可以继续参选，进而左右国家的施政方向。各位国人同胞，这一系列正在加速推动的滥权立法，释放了一个危险的讯号，那就是如果这些法案都通过并且生效，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经济、国人的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将陷入立即的危机。这不是民主的展现，这是对民主的侵蚀，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过去9年多来，政府始终坚守财政纪律，我们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因为对改革的坚持，对财政稳健的努力，国家经济开始大幅发展。从2017年连续8年收支剩余，在2019年告别了22K， 我们将长照据点从700多个增加到15000多个。我们推动了各项交通建设，也落实了0到6岁国家一起养，高中职全面免学费，更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以及推动租金补贴。这些成果是基于稳健的财政与精确的计算，是为了帮下一代打好基础，而不是为了政治利益去挥霍未来。但这一切都面临重大的风险。各位国人同胞，台湾已经是全球民主阵营的关键枢纽，我们的稳定牵动着世界。我们不能够容许错误百出的法律削弱台湾的竞争力，更不能够让国际社会对台湾失去信心。身为总统，面对此一宪政时刻，我必须维护宪政体制，守护国家，保护人民。考量立法院强行通过的财划法，对宪法权力分立、对国家财政、对国民权益，都将造成重大且立即的伤害。今天，行政院卓荣泰院长依据宪法第37条所赋予的权利，已经决定不予附属，坚决阻止违宪乱政法案生效，展现对宪法的忠诚。我支持这样的决定。我要在此向立法院提出最诚实，但也最严正的呼吁，请即刻撤回这些伤害国家、违背宪法精神的争议法案。面对此一新的宪政情势，我要重申，我愿意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之规定，以及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核宪方式，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各位国人同胞，我们不能够让辛苦建立的民主宪政遭受破坏，不能让得来不易的改革走回头路，不能容许财政纪律毁一旦。这不是为了哪一个政党的利益，而是为了台湾的生存，更为了我们子孙的未来。捍卫宪政秩序，就是捍卫民主台湾；守住财政纪律，就是守住国家的命脉。我要邀请所有国人与我一起坚守这道防线，让我们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努力，让台湾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昂首前进。谢谢大家。